听到这首歌，你有什么感觉呢？这个人宣称自己是心灵歌手，只要听他的歌，加入他的政党，就可以防治 COVID-19。除此之外呢，他还说自己是五教共主、天斩大将军，不止可以呼风唤雨还有大批的年轻女子排队甄选呢，要当他的新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徐少龙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这个徐少龙呢是称号非常多的人哦。他除了自称是心灵歌手、五教共主，同时还是中华中正党的荣誉主席，主张要促进两岸统一，以及太一电子检测公司还有先华音乐公司的董事长。不只是横跨了宗教、政治、商业三大领域，身价还可能有20亿以上。而在信徒的眼中呢，徐少龙不只是企业家、政治人物，还是可以带领大家迎接末日、去到灵性世界的道主。有人为了跟随他散尽家财，捐出了1000万，还有大批的年轻女子抢着要加入仙女班，变成他的新娘。不过，这个被很多人看成活神仙的人物呢，也被很多人指控诈骗、吸金，甚至呢还有性骚跟性侵的争议。前阵子很红的电影《周楚除三害》里面邪教教主的原型角色，据说就是参考他。在2020年，徐少龙呢因为多起的争议被检方给起诉，但案子还没有审完，他就在今年的2月初过世，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那到底这位徐少龙是谁？有哪些争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信徒相信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1812年，有位普鲁士男爵做出了史上第一款模拟战争的桌游。他做了一块2000分之一的微型沙盘，放上村庄水源、军队还有武器等资源进行对阵比赛，受到了国王的赏识。后来呢，他的儿子又把游戏改良，变成了军队真的能够沙盘推演的工具，间接的让普鲁士打赢1870年普法战争，统一德意志帝国。而这么热血的策略过程，现在只要下载创世纪战 M 阿修罗计划就能够体验。这是韩国殿堂级战棋 IP 创世纪战的最新系列。阿修罗计划呢，主打本格派的玩法，游戏里面有7种职业、5种属性，各种不同的天气地形与身位，玩家呢必须发挥策略技巧，搭配战队才能够克敌制胜。所有的角色呢都有丰富的故事背景与技能设计，剧情认真，动画精美，带给玩家精美的沉浸体验。创世纪战 M 阿修罗计划现正开放下载，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输入专属虚宝码#77即可获得限定的奖励哦。徐少龙原名徐浩成，1952年出生在台中。他早年的生活背景以及成长过程的资料很少，但根据媒体报道，他在年轻时曾经担任普通的上班族，后来呢才逐渐的涉足到宗教以及灵修圈。1982年，30岁的徐少龙从台中北上，在超心理协会担任顾问，并且在隔年创办了华兴宫。徐少龙向信众宣称，他在20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元神正在统领天界，不只是拥有呼风唤雨、影响天气的能力，中西方信仰的神祇也都会听他的指挥。他还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我早点曝光身份就不会有妙天跟妙禅了。所以呢，他也自称是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儒家思想的五教共主、天斩大将军。而且在他的宗教教义当中，还特别强调世界末日的概念。徐少龙呢曾经声称西元2005年以及2012年地球将会爆炸，信徒要跟随他灵修才能够得到庇护，去到灵性世界，也吸引到了非常多人参加。根据信徒的说法，一开始灵修打坐的场地是在其他信徒的公寓里面，只能够容纳20多人。有的时候人比较多就会坐到走廊还有楼梯上面。后来信徒更多了，他们就开始在学校活动中心租那种一次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场地。没有想到呢，场地还是不够用。最后呢，徐少龙就开始募款，宣称要盖大家的道场。当时台湾正好是经济起飞的年代再加上有不少的信徒在华兴找到了精神寄托，觉得打坐能够放松，甚至呢改善健康，所以募款非常的顺利。有信徒说，师父没钱没车，我就找人凑钱捐了1台宾士给师父。而且为了帮助更多人加入华兴，他还帮别人代垫捐款，前后呢就捐了超过1000万来盖道场。那除了盖道场之外呢，徐少龙还跟信徒说，我们之后到别的星球也要学习农耕，所以希望呢可以在台中买山，让信徒自己煮饭，甚至是种田还有养鸡猪等等。而信徒说，在道场没有盖好之前呢，徐少龙的财务很透明，有支出明细，知道钱花到哪里去，让他们安心。
甚至呢还有信徒为了支持师父去抵押房子啊、贷款捐钱，每个家庭呢都是捐300-500万起跳的。那根据媒体报道，从1991年开始，徐少龙透过信徒募款，在全台各处买地买不动产，除了在台北、台中、高雄开设华兴灵修中心，还设立公司啊、买厂房，甚至呢在台中还拥有一座山，总市值估计超过20亿元。除此之外呢，徐少龙也非常深入信徒的生活，他会告诫信徒什么颜色衣服不能穿，会有邪气，桌子呢不能够有支架，窗帘不能够用什么颜色等等。而信徒呢也都非常听话，会把家具啊、衣服通通换掉。在全盛时期跟随徐少龙的信众呢多达了12000人。可是呢，1997年，当占地200多坪5层楼的高雄道场落成之后，有些人发现大家的道场忽然变成了师父的道场。一开始信徒们呢以为捐款呢是为了兴建一个大家都可以修行的道场，甚至是可以打坐一辈子的位置。那虽然是用徐少龙的名字来买地，但他们不以为意。没有想到募款完成之后呢，就不再有支出明细，道场落成呢更是设有门禁，只有获准的信徒才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刷卡进去。有信徒批评这完全变成了师父的道场。除此之外呢，前面说到的不动产公司也大多都登记在徐少龙以及他的前妻还有儿子名下。所以呢，就有部分的信徒认为徐少龙呢根本是在利用宗教的名义在恶意吸金。后来有部分的信徒觉得不对劲，想要拿回捐款，却遭到了自卫队威胁、殴打，被迫签下切结书，不准对外透露任何的内部消息。甚至呢，还有人指控自卫队员当中呢，还包含了高雄地检署的书记官以及警员，徐少龙才可以这么的无法无天。那除了恶意吸金的指控之外呢，2016年徐少龙开设的仙女班更是让他备受质疑。当时徐少龙宣称要开启圣门，甄选年轻没有交过男友，甚至是没有性经验的女性加入仙女班的行列。徐少龙说，加入仙女班呢会成为道主的新娘，不只是信徒本人还有他的家人呢都可以提升修行的等级，同时还能够到徐少龙的太医电子检测公司任职。很多信徒听了之后呢，非常心动，就带着还在读书的女儿北上参加甄选，加入仙女班，至少有60-70名的年轻女子入选。不过仙女班的规定非常的严格，除要遵守圣洁、臣服、引导等等的规定，要终身现身，等候道主召唤，不能够跟家人朋友联络，也不能够参加任何的社团跟聚会，甚至还传出有成员遭到了徐少龙猥亵。仙女班成员指控徐少龙在办公室召见他，关上门之后却突然抱他、亲他，甚至袭胸。他好不容易逃出来告诉家人，没有想到呢，妈妈不止不信，还帮徐少龙解释，师父呢是在帮你灌输灵力，净化身体的邪气。另外呢，还有信徒说自己因为跟其他男子见面就被徐少龙叫去办公室强吻跟袭胸。徐少龙甚至还说，下次如果有机会要跟你做爱，把精液呢射给你，这是帮你提升灵性的最快方式。甚至有媒体报道，徐少龙在得知女信徒感到不舒服时，还昭告信徒说他自己是教主神，所以对于信徒拥抱亲吻并没有非分之想，是道呢在亲你，道在拥抱你。后来仙女手册再版时呢，上面还写有被道主拥抱等于被大自然拥抱等等的内容。那虽然徐少龙陆续的面临到吸金啊、性骚扰指控，但徐少龙一直都没有被定罪。首先呢是性犯罪的部分其实早在1998年就有信徒指控教主徐少龙性侵。他在遗书当中提到，又害怕徐少龙权势，又担心拒绝之后会失去工作，甚至影响到全家人的灵修机会，才被迫跟徐少龙发生关系。事后他感到非常的后悔，并且在遗书里面向徐少龙的妻子忏悔，希望求得原谅。而这件事情也导致徐少龙的妻子跟他离婚，带着儿子常年定居澳洲。但当时这位信徒已经过世，事情也不了了之。再来呢是吸金的部分，从2000年6月开始，高雄地区就陆续有人控告徐少龙涉嫌诈欺。当时担任立委的陈其迈呢，还召开了记者会，批评华兴灵修中心是假灵修真敛财，并且呼吁法务部长要严厉的扫除此类的宗教流氓。不过徐少龙呢，在面对检警询问时，都强调信徒们都是心甘情愿捐款。最后相关案件呢，也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获得了不起诉的处分。直到2020年，徐少龙在脸书说听他唱歌可以防治疫情，这样离谱的言论呢，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后法院认定他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罚1万元。那新闻曝光之后，警方也收到了关于徐少龙诈欺性犯罪的报案。同年的6月呢，检警对于徐少龙展开了搜索，查扣现金8000万元以及相关的证物。后来检警调查认定，徐少龙不只涉嫌性侵未遂、强制猥亵等等犯罪，私下呢还自制黑色小药丸当作仙丹卖给信众治病，违反了医师法，所以将他起诉，并且建请法官重判。不过徐少龙面对这些指控全部都否认到底。
徐少龙被捕之后呢，在羁押庭上面宣称自己患有阳痿，不可能性侵信徒，会有大量现金呢，是因为自己有储蓄的习惯，金钱的来源都合法。那至于开药是对于信徒的一番好意等等。此外呢，他也提到自己有洗肾的需求，并且呢罹患这个高血压、冠状动脉等等疾病，所以呢不适合被羁押。当时法官认为徐少龙所说的治疗需求呢，都可以在看守所内完成，真的病况紧急也可以借护送医，所以裁定羁押禁见。2021年，徐少龙呢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医师判定他病危，安排入住加护病房。当时呢，法官裁定徐少龙以300万元交保，而案件也一度庭审。2023年时，徐少龙呢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再次申请庭审，但法官认为徐少龙健康已经好转，驳回申请，继续的开庭。但相关案件还没有审理结束，2025年的2月7号，徐少龙就因病过世了。那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当被告死亡时就没有办法进行诉讼程序，所以徐少龙的相关案件法院就不会再审理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社里教啊、大马虐童案还有邪教法等等这类很容易被黄标但是非常重要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传出徐少龙过世消息之后呢，有很多的网友认为这是报应啊，罪有应得。不过我们最大的感觉是觉得整体事件很遗憾。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徐少龙无罪，而是他的争议涉及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钱以及这么多的心理创伤，而检警也很努力的寻找证据、调查犯罪的事实，但最后呢，却没有办法在法庭上面让法官理清真相，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们想象自己如果是受害者，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不甘心，认为正义没有办法得到伸张。那么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很多人都会嘲笑支持者，什么末日啊、仙女班，这么扯的内容，到底为什么会信？但其实很多信徒他们一开始也都不相信末日的传说，他们加入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觉得打坐带来平静，喜欢团体的氛围而已。只是长期在那个环境之下，听到师父呢一直提到世界末日，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在捐款呢，要盖道场啊、盖太空梭，就慢慢的信以为真。即使呢后来没有真的发生世界末日，或是呢有些人在过程当中觉得不太对劲，但他们已经捐款了好几百万，退出呢还可能会失去工作，要承认自己犯错的成本实在太高，就一直没有离开。甚至还有人卧底呢，在团体当中能够救一个是一个，那这些遭遇呢，都让我们觉得蛮同情，也蛮难过的。当然，也有人觉得20多年前徐少龙早就爆出了相关的争议，那个时候如果他要被定罪，后面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争议，或是有这么多的人的人生被耽误了。而这其实呢，也是目前台湾在面临宗教诈骗案件的时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很重视信仰自由，认为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但另外一方面，当有人利用宗教啊做一些诈骗、洗钱或其他不法行为的时候，法律也常常难以介入。那我们认为如何在保障信仰自由的同时，又可以加强对于宗教团体的监管，比方说让财务组织更加的透明，甚至是加强大众辨识宗教的能力等等，可能都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那关于宗教法的讨论，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集相关的影片，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等等影片结束之后去找来看看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这类的宗教争议最该被加强监管的是哪一部分呢？ A. 财务透明度避免教主私吞信徒的捐款。 B. 信徒保护机制，防止性骚扰或其他的伤害。 C. 宣传内容审查，防止散播不实的神迹或者是诈骗。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因为黄标的关系YouTube 演算法呢可能会大大的减低这支影片的触及率，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的内容很重要，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徐少龙。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宋其力以及邪教法。那么今天的日期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